我哥嘴馋，去别人地里捡了一大袋蘑菇回来，我妈将它做成蘑菇汤，一人一份。我说有毒，却没人理会，我只能假装无意打翻了饭碗。我妈顿时火冒三丈，一巴掌将我打倒在地，强硬地按着我的头吃地上的蘑菇。当天凌晨我就读，他们却将我别人家配了音。事后用卖我的钱给我哥换了条亮闪闪的大金链子。岂料再次睁开眼，我竟重生回到蘑菇汤端上桌的那一刻。这一次我选择默不作声。这是用你哥今天拿回来的蘑菇做的汤，每个蘑菇都有巴掌那么大，做出来的汤肯定特别好吃。我妈给我哥碗里盛得满满当当，而我碗里的蘑菇只有几个。见我一直盯着我哥碗里高高垒起的蘑菇，我妈立刻就不悦了，猛地在我脑袋上打了一巴掌。看什么看？你哥20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就应该多吃一点。我也才18岁，难道我就不需要长身体吗？既然他们没人在乎我，那我这次绝不会多管闲事。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哥喝了一碗又一碗，太好吃了，锅里的都留给我吧。此时我妈又给了我一巴掌。汉弟，你磨叽什么呢？你也快点吃，吃完了好去刷锅洗碗。看着碗里编制的蘑菇，我额头直冒冷汗。随后我立刻想好了对策。妈，我突然想起哥今天大队的工分还没做完，我现在就去帮他做，不然明天村长该批评我们了。哟，今天这么积极，算你还有点眼力见。去吧去吧。我哥在一旁高兴坏了，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去攒工分，还经常拿棍子威胁我给他帮忙。他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是偷奸耍滑，次次考试0分，交作业只是为了不挨老师的骂，而一直盼望去学校的我，却被我妈逼着每天下地干活。没办法，我只好捡我哥的就课本自学。我妈和我哥在一旁有说有笑的喝着蘑菇汤。没一会，我爸和爷爷干活回来了，此时他们又累又饿，我赶忙给他们每人盛了一碗蘑菇汤。爸，爷爷，这是妈特意做的蘑菇汤，很好喝，你们多喝点。就当我思考等会该找什么借口不吃饭时，我妈突然喊我。等我将菜端进来的时候，发现我的那碗蘑菇汤早已空空如也。看什么看？我忙了一天这么辛苦，我就多喝了份蘑菇汤嘛。妈，我的头快要炸了。话音刚落，我哥就吐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妈在一旁帮他拍着背，吐了好，吐了一会就好了。此时全家人都还以为我哥只是单纯的吃坏肚子。将我哥扶到床上后，我妈继续到饭桌上吃饭。可吃着吃着，她也感觉一阵头晕目眩，随后也开始呕吐起来。看他那样子，不像是吃坏肚子。我爸此时也犹豫了起来，要是去卫生所，肯定要花不少钱。他平时最是抠门，根本不舍得，于是把皮球踢给爷爷。爸，你说现在该怎么办？要送卫生所吗？送什么送？你当家里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再观察观察，说不定吐一吐就好了呢。半个小时后，爷爷和我爸又接二连三的难受起来。此时我哥猛地从床上坐起，我的眼睛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也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立刻紧张了起来。阿强是食物中毒了，赶紧送卫生所。刚刚那蘑菇汤有问题，汉弟就你没吃，是不是你早就知道这蘑菇有毒？现在赶紧去找人来救我们，不然有你好果子吃。好，我这就去。我家附近的邻居全被我哥这个混世魔王给得罪干净了，没一个人愿意帮忙。随后我只能慢悠悠地走到村的另一头找村长帮忙。得知情况的村长叫上几个小伙跟我回到家时，我哥已经口吐白沫，浑身不停地抽搐。见状，村长立刻让人找来板车，要将我们全家送去卫生所。可我爷爷却不乐意，我身体硬朗，睡一觉就好了，我就不去了。那让盼弟留下来照顾你吧。等他们都走后，爷爷蜷缩在床上疼得直打哆。村里的小伙刚刚都被村长叫走了，要不我去镇上的卫生所把他们都叫回来。那你快点去，我好难受，感觉快不行了。我依旧不紧不慢地在路上走着，大约1个小时后，我才走到卫生所。汉弟，你来了，你哥好像快不行了，医生说瞳孔都散了，还有你妈得送去大医院治疗。我爸躺在病床上呻吟，看到我后直接给了我一巴掌。不是让你在家照顾你爷爷吗？怎么跑这来了？爷爷让我来的，他说他快不行了，让我找人送他去医院。是真多，村长帮忙，回去再接一下我爸。村长前脚刚走，我哥就没了动静。医生看了看鼻息后摇头，他中毒太深，已经走了，初步判断就是服用了大量剑手青导致的。我的儿啊，你走了我怎么活？没一会，爷爷就被送了过来。镇上的条件实在有限，大伙只好借来一辆车，将中毒的人全部带去了市里的大医院。经过抢救，大家都脱离了危险。只不过爷爷双腿瘫痪了，我妈也被毒瞎了一只眼睛。等我们出院赶回家时，我哥的尸体已经躺在家里3天了。没办法，我们不来，没人给他处理后事。可我妈依旧不长记性，以为中毒跟蘑菇没关系。办丧事这天，她准备洗蘑菇来做大锅饭。妈，医生都说这种蘑菇已经变质，不能吃了。你这臭丫头懂什么？以前我爸妈就是吃蘑菇长大的，怎么一点事没有？肯定是那个医生诊断错了。再说家里办丧事，重新买食材得多贵啊！大锅饭很快就煮好了，我妈给来帮忙的人每人盛了一碗。辛苦大家了，快来吃点饭，补充点体力。大家端起碗开始吃了起来。突然有人问我妈：“你家食物中毒是吃了什么东西？”医生说是变了质的蘑菇导致的，这不胡扯吗？
这蘑菇老一辈天天吃都没事。大家伙看着碗里的蘑菇后，顿时傻眼了。天哪，都毒死人了，你们还敢拿出来给我们吃？你们想害死我们啊！大多数人开始疯狂催吐起来，但也有几个人根本没当回事。傍晚的时候来帮忙的人里，有几个开始头晕呕吐，村长赶忙叫人抬去了卫生所，但还是有一个人没抢救过来。隔天我家抬着我哥的棺材准备下葬，却被死者的家属堵在了家门口。你们这群杀人犯，明知蘑菇有毒还让我老公吃，快赔钱，否则我就掀了你儿子的棺材，让他永远都进不了祖坟。你们这群杀人犯，明知蘑菇有毒还让我老公吃，快赔钱，否则我就掀了你儿子的棺材，让他永远都进不了祖坟。你放开我！你男人自己嘴馋，关我们什么事？再说了，我儿子也死了，我找谁说理去？我们家也死人了，你还想怎么样？赶紧让开，别挡着下葬的路。我不管，你们今天不拿出500块钱来，谁也别想走，我就让你儿子暴尸荒野。500块，这在80年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我爸妈一听脸都绿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加起来都不到50块。就在这时，我妈那只没瞎的眼睛突然转向我，闪过一丝算计的光芒。钱我们没有，但我可以把这个丫头给你。她虽然看着瘦，但能吃苦能干活，让她去你家当牛做马，给你儿子换亲也行。好家伙，又来这套！上辈子是给我配阴婚，这辈子是把我当活物抵债。我突然扑通一声跪在村长面前，抱着他的腿大哭起来。村长，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我妈要把我卖了，她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汉帝，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上次我哥死了，我妈就想把我卖给别人配阴婚换钱，这次又要卖我抵债，我不想被卖掉啊！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爸妈，那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愤怒。我妈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当着全村人的面把她想给我配阴婚的丑事抖了出来，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白，竟然敢污蔑自己的亲妈！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配阴婚？我看你是巴不得我们全家死光了，你好过好日子是吧？”我没有胡说，那天哥哥刚断气，我听到你跟爸爸商量，说要把我卖给邻村的王瘸子家，给他们早夭的儿子配阴婚，想换300块钱后扔下爷爷，自己离开这里。我一边说一边害怕的发抖，活脱脱一个被恶毒家人欺负的可怜小白菜。周围的村民议论声更大了，对着我爸妈指指点点。我的天，这也太狠心了吧！虎毒还不食子呢，他们是老爹，孩子都不要了。汉帝这孩子平时多乖巧，我看这事儿80%是真的。我爸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想反驳却又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村长终于开口了：“够了，别再吵了！你们家出的这叫什么事？简直是丢了我们全村的脸！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人家男人死了，你们赔钱是天经地义。至于卖女儿，我们村可不兴这种买卖人口的歪风邪气。”村长，我们是真没钱啊，家里砸锅卖铁也凑不出500块。没钱？我怎么听说你前阵子刚给你儿子准备好了彩礼，想要娶媳妇？我爸妈的脸瞬间变得惨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连这事都会被翻出来。不行，那是我给我儿子准备的，谁也别想动，那是留给我儿子的念想。好啊，你儿子是宝，我男人就是草了。你有钱给你死儿子准备彩礼，就没钱赔我男人的命。今天你不把钱交出来，我跟你没完。两个人瞬间厮打在了一起。我妈那只瞎了的眼睛本来就看不清，这下更是被挠了好几道血痕。村长黑着脸让几个年轻小伙子把他们拉开，去屋里搜，把值钱的东西都搜出来。村长，那是我们家的东西，你们不能抢啊！抢？这是给你们还债。要是不想赔钱，行啊，我现在就去镇上派出所报案，就说你们故意投毒杀人，让公安同志来处理。一听到公安2个字，我爸妈和爷爷顿时吓得腿都软了。这个年代的村民最怕的就是跟公家扯上关系。我爸藏在床底下的2瓶好酒，甚至是我妈压箱底的一块新布料，全都被搜了出来。这些东西再加上他们家那头老母猪，应该差不多够300块了。剩下的200块，你们家就用那3亩地来，你们有意见吗？我爸妈和爷爷面如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这天起，我们家在村里彻底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我哥的丧事办得冷冷清清，家里的钱和地都没了，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我妈每天都在家里咒骂，说是我这个丧门星死。都是你这个小可爱，要不是你多嘴，我们家怎么会变成这样？你哥死了，地也没了，你现在满意了？你怎么不跟着你哥一起去死？妈，我只是说了实话。实话能当饭吃吗？现在全村人都看我们家笑话，我以后还怎么在村里抬头？从那天起，他们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我身上。家里的饭越来越少，给我的永远是清给能照出人影的稀粥，重活累活也全都是我的。天不亮就得起床去给别人家打零工，换点粮食回来。这天，我给村东头的李婶家劈了1上米的柴，李婶偷偷塞给我2个热乎乎的白面馒头。我揣着馒头跑回家，刚把一个馒头藏到我的枕头底下，我妈就跟幽灵一样出现在门口。什么味儿？你是不是偷吃什么好东西了？没有，妈，我什么也没吃。我闻到了，
就是白面馒头的味儿，你还敢骗我？他疯了一样掀开我的枕头，看到了那个白白胖胖的馒头，他那只独眼里瞬间爆发出贪婪又怨毒的光芒，一把将馒头抢了过去，直接塞进了自己嘴里。好你个小可爱，自己躲起来吃独食。他3两口吃完馒头还不解气，抓起旁边的扫帚就朝我狠狠。我打死你这个白眼狼，吃里扒外的东西，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敢藏着东西吃独食？蹲在床上的爷爷非但不阻止，反而幸灾乐祸的叫好：打，使劲打！这种不孝的孙女就该好好教训教训，留着也是个祸害。我爸蹲在院子里，烦躁地点上一袋烟，根本没有要管的意思。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打死的时候，扫帚突然停了。从今天起，你别想再吃饭了。什么时候知道错了，什么时候再给你饭吃。说完，他就把我关在了柴房里。柴房又黑又冷，我身上疼得厉害，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你们不就是想用这种方法逼死我吗？但我偏不让你们如愿，我一定会好好活出个样来。到了半夜，我悄悄地从柴房的破窗户爬了出去。我记得村长之前说过，镇上的纺织厂最近在招工，虽然很苦很累，但管吃管住还发工资，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必须离开这个家。可去镇上需要路费，报名可能也需要钱，钱从哪来呢？有了，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悄悄地摸回了院子里，来到我爷爷的房间。爷爷最自私，他肯定藏了私房钱。我悄无声息地溜进了爷爷的房间，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拿起了他的枕头。我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摸到枕头的一个角里有东西，我用指甲一点点地抠那个线头，抠开后，我把手伸进去，摸到了一叠用油纸包着的东西。我刚把它抽出来，爷爷突然翻了个身，嘴里还嘟囔一句梦话：我的钱，谁也别想抢走。我吓得魂飞魄散，整个人僵在原地。还好爷爷只是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我长舒一口气，抓着油纸包就从窗户翻了出去，一口气跑到了村外的树下。我一层层的打开油纸，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有大团结，也有1块2块的。我数了数，一共是83块5毛钱。这笔钱足够我去镇上，甚至去更远的城市了。我激动地将钱紧紧攥在手里，眼中第一次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太好了，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了。可就在我沉浸喜悦中时，一个阴冷的声音突然从我身后响起：好你个小可爱，竟然敢偷家里的钱，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我猛地回头，只见我妈像个鬼一样站在我身后，她那只独眼里充满了杀气，手里还高高举着一根粗壮的木棍。我做梦也没想到她竟然会跟过来，我脑子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完了。小可爱，让你偷钱，我打死你！千钧一发之际，求生的本能让我猛地往旁边一滚，木棍砸在我刚才站着的地方。这一棍子要是砸在我头上，我今天就得再死一次。我连滚带爬的站起来，拔腿就跑。我妈在后面穷追不舍，一边追一边骂：你给我站住，反了你了，连你爷爷的养老钱都敢偷，你这个天杀的白眼狼！我拼了命的往前跑，我知道一旦被他追上，我绝对活不了。可我没吃饭，体力渐渐不支，眼看就要被追上了。就在这时，我急中生智，突然朝着村子的方向大喊起来：救命啊！杀人了！我妈要打死我，她要抢走我去纺织厂报名的钱！我的喊声在寂静的夜里我妈要打死我！我妈一听顿时慌了，她最怕的就是把事情闹大，让村里人知道。你闭嘴，你再喊一句试试！我不仅没闭嘴，反而喊得更大声了，还特意加上了纺织厂报名这几个字。这年头能进厂当工人可是天大的好事。果然，村里有几户人家的灯亮了，还传来了开门的声音。我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最后只能跺了跺脚，转身消失在了黑暗里。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瘫倒在地，我终于自由了。我没有丝毫留恋，头也不回地踏上去镇上的路。我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镇上的纺织厂。我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服，像个要饭的。轮到我的时候，招工办主任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皱起了眉头。姓名、年龄、哪里人？户口本带了吗？我叫潘蒂，今年18，是红旗村的。户口本我没带。没户口本报什么名？下一个。我顿时急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主任，求求您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家实在是太穷了，我爸妈不让我来，我是偷偷跑出来的，我什么活都能干，我不怕吃苦，只要能管我一口饭吃就行。你这不合规矩啊！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女孩突然开口了：李主任，我看这妹妹也怪可怜的，咱们厂不也缺人手吗？要不就让她先干着，户口本的事让她家里人后面再送来呗。这个叫李秀芬的女孩是厂长的侄女，在厂里很说得上话。李主任见她开口，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行吧行吧，那你先去打杂，试用期1个月，要是干不好立马走人。谢谢主任，谢谢这位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干的。就这样，我总算在纺织厂留了下来。我发誓一定要在这里扎下根。我被分到了最累的后勤组，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整个车间的卫生，给几百号工人打开水，清理机器下面堆积如山的棉絮。虽然累，但我干得特别起劲，因为我终于能吃饱饭了。车间里的其他人看我年纪小，又是个没背景的乡下丫头，总是有意无意的欺负我。那个新来的，我这儿的茶杯空了，赶紧给我续上，水要烫的。
好的，王大妈，我这就去。我刚打完水回来，另一个大妈又把我叫住。潘弟，你看你这地扫的，怎么还有一块脏的？赶紧给我擦干净，一点眼力见都没有。他们把我当丫鬟一样使唤，但我都忍了。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只有秀芬姐会帮我说话，还偷偷教我识字。潘弟，女孩子不能一辈子只干粗活，得多读书识字以后才有出路。你看，你的名字是这么写的。我笨拙地学着写字，心里充满了感激。几天后，我因为发高烧，打扫卫生慢了一点，被车间主任看到了。你怎么干活的？磨磨蹭蹭的，再这样，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我吓得眼泪都出来了。就在这时，秀芬姐站了出来。主任，潘弟他是生病了，不是故意的。而且我发现他打扫过的机器出的次品不都比以前少了？大家一听都愣住了，主任半信半疑的让人去查记录，结果发现秀芬姐说的是真的。我打扫时会把那些缠在机器齿轮里的棉线都清理干净，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棉线，才导致机器卡顿，产出次品。这个发现让所有人，包括主任，都对我刮目相看。因为我这个意外发现，车间主任不仅没有开除我，还当着全车间工人的面表扬了我工作认真负责。大家都要向新来的潘弟同志学习，正是因为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才为我们厂减少了损失。我决定从这个月起，给潘弟同志每个月涨5块钱工资。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尊重的感觉，我的日子越过越好，不仅能吃饱穿暖，每个月还能攒下几块钱。我把钱都存起来，还跟着秀芬姐学了更多的字，甚至开始看起了报纸。我以为这样的好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就在我发第1个月工资的那天，一个我最不想见到的人找来了。潘弟呀，我的好闺女，你可让爸好找啊！我看到他的瞬间，全身的血液都好像凝固了。我爸他竟然找到了这里，你怎么来了？闺女啊，你在城里当工人发财了，可不能忘了家里啊！你爷爷的病越来越重，你妈的眼睛也需要钱治，家里已经1个月没米下锅了。你先把这个月的工资给爸，让家里就救急。他说着就伸手要来抢我手里的钱，那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是我在这里站稳脚跟的希望，我怎么可能给他？我爸见我不给钱，立刻就变了脸。死丫头，反了你了！老子养你这么大，你的钱就是我的钱，赶紧给我！他力气很大，一把就将我推开，抢走了我手里攥得紧紧的30块钱。我整个人都懵了。你还给我，那是我1个月的工钱，你不能拿走。小畜生还敢还手！我是你老子，你的钱就该给我。这一巴掌打得我半边脸火辣辣的疼，周围的工友们都围了过来看热闹，对着我们指指点点。我爸不仅不觉得丢人，反而更加理直气壮。大家快来看啊！评评理，我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送她进城当工人，她现在出息了，就嫌弃我们农村的爹娘了，连1分钱都不肯给家里寄。我那瘫痪在床的老爹，瞎了眼的婆娘，都等着这钱救命啊！天理何在啊？不明真相的工友们开始对我指指点点，说我不孝，我气得浑身发抖。就在我百口莫辩的时候，秀芬姐从人群里挤了进来。这位大叔，你敢说潘弟不孝顺？大家看，你们知道这些伤是怎么来的吗？是他那个所谓的妈用扫帚打的。他又是为什么才要跑出来的？因为他爸妈要把他卖了换钱，你们家把他当畜生，现在看他能挣钱了，就跑来要钱了。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围观的工友们瞬间哗然，看我爸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鄙夷，我爸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你胡说，家丑不可外扬，你这个不孝女！保安大哥，这个人来我们厂门口闹事，还抢劫我们工人的工资，赶紧把他轰出去，再不走就送派出所。保安一听，立刻拿着警棍走了过来。我爸一看这架势，扔下几句狠话，就灰溜溜的跑了。我爸虽然被赶跑了，但我心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以他的性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而且我1个月的工资就这么被抢走了，我心疼的直掉眼泪。潘弟别哭了，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事就好，那种家人不要也罢。秀芬姐，谢谢你，可是我怕他们还会再来。你放心，只要你还在这个厂里1天，我就会护着你1天。第2天，我爸来厂里抢钱闹事的事情就传遍了。车间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潘弟啊，你家里的事我听说了，你受苦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惊讶的抬起头。这是我个人借给你的，等你以后手头宽裕了再还我。你爸那种人就是个无赖，下次他再来，你别理他，直接让保安把他赶走。我们厂不是他能撒野的地方。主任，谢谢您。主任和秀芬姐的帮助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从那天起，我不仅白天拼命干活，晚上还跟着厂里的老师傅学起了修机器。修机器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学，但我不在乎。我只知道多一门手艺就多一条出路。我要靠自己的双手挣出一个光明的未来。转眼间3个月过去了，我因为学修机器上手快，脑子又灵光，被破格提拔成了维修学徒，工资也涨到了35块。我用第1个月的工资还了主任的钱，还给秀芬姐买了条新围巾。可突然有一天，一个从我们村来的人找到了我。潘弟可算找到你了，你快跟我回去一趟吧，你家出大事了。王叔出什么事了？你爸他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
什么？卖了？还不是因为你上次没给他钱，他回去之后就天天在村里赌钱，想把输的捞回来，结果越输越多，欠了一屁股债。前天债主找上门，他就把你们家的3间破屋子给抵了债，今天人家就来收房子了。你妈和你爷爷被赶了出来，现在就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没地方去。听到这个消息，我竟然没有一丝难过，反而觉得有些好笑。他卖了房子是他自己的事，我妈和我爷爷不是还有他这个儿子和丈夫吗？他应该负责。可是你爸他卖完房子拿到钱就跑了，谁也找不着了。你妈让你赶紧回去，说你是他女儿，必须给他养老。秀芬姐听说了这事，劝我不要回去。潘弟，你别回去，你妈叫你回去肯定没好事，她就是想把你绑在身边，让你给她当牛做马。不，秀芬姐，我得回去。为什么？有些账总要当面算清楚才行。他们把我逼到绝路，现在也该尝尝无家可归的滋味了。我要回去亲眼看看他们有多惨。我和厂里请了假，回到了那个我发誓永不踏足的村子。还没进村，就远远看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围了一群人。我走近一看，果然是我妈和我那瘫痪的爷爷。真是报应啊！当初对自家闺女那么狠，现在好了，被儿子和丈夫抛弃了。你看潘弟现在在城里当工人多出息，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妈看到我就像看到了救星，连滚带爬的朝我扑过来。我的好女儿，你可算回来了！你快看看，我都快要犯了。你爸那个天杀的，把房子卖了自己跑了，不管我们死活了，你可不能不管妈啊！现在知道我是你女儿了。当初你用扫帚打我，把我关进柴房不给饭吃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是你女儿？你为了300块钱就要把我卖了配阴婚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是你女儿？我的话像一把尖刀，狠狠地扎在我妈的心上，她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我那时候不是被气糊涂了吗？妈知道错了，妈给你道歉还不行吗？如果道歉有用，我哥是不是就不会死？你的眼睛是不是就不会瞎？爷爷的腿是不是就不会瘫？爷爷苟延残喘地躺在树下，流出了悔恨的泪水。爷爷，你是不是觉得当初就该把我一起毒死？可惜啊，一切都来不及了。你的报应就是被你最宝贝的儿子抛弃，然后求你最看不起的孙女来可怜你。本来就是吊着一口气的爷爷，听完我的话后彻底晕死过去。爹，你醒醒啊！你别吓我啊！村民们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了，一个个窃窃私语，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有些复杂，有同情，但更多的是畏惧。这潘弟嘴也太毒了，几句话就把他爷给说过去了。这能怪谁？还不是他们自己作的孽。要不是他们把潘弟逼得太狠，孩子能说出这么绝的话吗？村长叹了口气，走上前来，蹲下身探了探爷爷的脉搏，然后摇了摇头。人已经走了，准备后事吧。妈妈听到这话，猛地抬起头独眼，死死地瞪着我。是你，都是你，是你害死了你哥，现在又害死了你爷，你这个小可爱，吓人犯！他像疯了一样朝我扑过来，想跟我拼命。还没等他碰到我，村长就一把拦住了他。你闹够了没有？你爹是你自己照顾不周，加上急火攻心才没的，关潘弟什么事？你要是再胡搅蛮缠，信不信我让你连给你爹下葬的草席都买不起？我妈被村长吼得一愣，随即瘫坐在这放声大哭。村长，这20块钱麻烦您帮忙买口最薄的棺材，把我爷给埋了吧，就当是我还了他这条命。说完我转身就走，没有再看我妈一眼。从这一刻起，我跟这个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村子，回到了纺织厂。从那以后，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和学习中。1年后，因为技术出色，我成功转正，成了厂里最年轻的维修师傅，工资也翻了一番。又过了2年，厂里引进了一批德国来的新机器，全都是外文说明书。厂里的老师傅们看着天书一样的图纸，个个愁眉苦脸，束手无策。这可咋办啊？这洋玩意儿也太复杂了，连个螺丝都看不懂，往哪儿拧？这批机器要是不能尽快投产，厂里损失可就大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站了出来。主任让我试试吧，我这几年自学了些基础德语和机械英语，看图纸应该没问题。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一个农村出来的黄毛丫头还自学外语，谁都不信。小赵，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这机器贵着，弄坏了你可赔不起。我没有多解释，只是拿起一张图纸，走到机器前，开始用德语单词和蹩脚的英语夹杂着解释。这个 Getriebe 是齿轮箱的意思，说明书上说，安装前要先注入这种型号的润滑油。还有这里 Span on 是电压，我们得接一个变压器。我一边说，一边指出图纸和机器上对应的位置。老师傅们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看我指认的位置和零件都分毫不差，脸上的表情从怀疑慢慢变成了震惊。潘弟，不，赵师傅，你可真是我们厂的大功臣啊！赵师傅，我老刘服了，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真是真人不露相。这件事惊动了厂长，厂长亲自把我叫到办公室，不仅给我发了一大笔奖金，还当场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潘弟同志，你为厂里立了大功，我决定破格提拔你为技术科副科长，专门负责新技术的引进和培训。另外，厂里奖励你一套2室1厅的职工住房。副科长分房子，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我潘蒂，一个从农村跑出来的孤女，终于靠自己的努力，在这座城市里彻底扎下了根。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向厂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厂长，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搬进新家的那天，秀芬姐也在，她见证了我的心声，在我心中百感交集，以为过去的一切都已在见时，门外却响起了一阵虚弱的敲门声。我打开门，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蜷缩在我的门口，他抬起头，露出了那张我永生难忘的脸。你怎么来这了？潘蒂，我的好女儿，妈妈来投靠你了。潘蒂啊，妈知道错了，妈真的知道错了。你爸跑了，你也死了，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妈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来找你的。你就看在我是你亲妈的份上收留我吧，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亲妈，我轻轻地重复了这2个字，语气里充满了讽刺。在我哥死后，为了赔钱要把我卖去给别人当牛做马的是谁？因为一个馒头就用扫帚把我打得遍体鳞伤，关进柴房不给饭吃的又是谁？在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之后，还追到村口想用木棍打断我腿的又是谁？我每问一句，我妈的脸色就白一粉，到最后她瘫坐在地上，面如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不是我的亲妈，从你决定卖掉我的那一刻起，我潘蒂就跟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这条命是我自己挣回来的，我的今天是我自己一拳一脚打出来的，跟你没有半点关系。不，我是你妈，你身上流着我的血，你不养我就是不孝，要天打雷劈的。天打雷劈？如果真有报应，那也该先落在你们身上。我哥死了，我也死了，我爸跑了，你瞎了眼，无家可归。你看报应不是不来，只是时候未到而已。现在你们的报应不就来了吗？秀芬姐，我们关门吧。我靠在门上，听着门外渐渐远去的哭声，终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知道这一次我是真的和过去做了一个了断。我妈最终被街道办送去了收容所，而我爸后来听说他在外地赌博出老千，被人打断了手脚，最后冻死在了桥洞下。这些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我的心已经毫无波澜。几年后，我凭借出色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被正式任命为技术科科长。我还通过成人高考拿到了大学文凭。在工作中，我和曾经带我入门的刘师傅的儿子相识相恋，组建了我们自己的小家庭。新年夜，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我的女儿正坐在我丈夫的腿上，咿呀呀的笑着。小弟多吃点，最近为了厂里的技术革新项目，你都瘦了。就是，你现在可是我们厂的技术顶梁柱，可得保重身体。好好好，我知道了，你们也快吃。看着眼前热气腾腾的饭菜，看着身边爱我的丈夫和朋友，我时常会想起很多年前那份致命的蘑菇汤。那碗饭结束了我悲惨的前世，也开启了我浴火重生的一生。真正的强大不是沉溺于仇恨，而是挣脱枷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光明的未来。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早已被我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化为了尘埃。而我也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潘蒂，我是潘蒂，是靠自己站起来的新时代的独立女性。